我想兑个奖，兑多少钱的？大乐透1000万。王大妈，把2箱新出的健力波给我搁车上，有的很，库房堆着呢，这都给你搬去。卫东，你也在啊？正好，省得我往你破处屋跑一趟了。你表哥让我带个话，大年30那日你包气了，屋里坐不下。大不了我从屋里搬个小马达坐门口。你瞅瞅你这一身灰，今年大舅从深圳带大老板回来，桌子不够，你往那儿一坐，人家还以为咱老李家是收破烂的。站半天了，买啥不买？不买。老板，大乐透，给我摸2张。拿好，要是中了这大奖，可得请我喝酒呀。要是真中了，请你喝茅台。快别吹牛了，你这修鞋店里能挣几个字儿？连个红塔花都抽不起，还请我喝茅台？卫东，手里的活先放下，有个事给你交个底。咱这铺子开不久了，公路扩建征地了，镇上来人亮过，红线正好从咱铺子中间穿过去，地肯定得收。那我呢？咱没亲没故的，这赔偿款跟你是没一点干系。铺子一关，我也就回老家了。你另找个营友干吧。我再想想。别想太久，过完年估计就动工了。今儿个没活，先回吧。喂，奶。卫东，眼看快过年了，你回不回呀？我就在自家呢。我说的是你小姑家，你小姑让你过年去她那儿给你寻了个对象。奶，不用介绍了。你都40了，村里同岁的人娃都上初中了。上次借钱烧那个，见一面人家连传呼都不回了，你心里没点数吧？人家姑娘问你干啥的，你就不能圆滑点，非得说自家是修家电的，你这样谁跟你处呀？我不偷不抢，就是修家电的，有啥不能说的？你爸要是还在，非得叫你气死。你看看志强在镇上倒腾衣裳，一年好几万，你再看看你。失效了，过年去小姑那儿穿好点，别穿那件魔军大衣，买件新夹克。挂了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本期彩票大乐透开奖结果现在公布。第一组中奖号码为03、12、18、25、31，特别号码05、09。请核对。现在公布第二组开奖号码，后区特别号码为02、11。本次全国开出特等奖1元，单中奖金1000万元整。老板，帮我长长眼，核对一下中奖号码。我的老天爷呀，这是特等奖1000万，真中了！嘘，扣关税到手800万，咱镇上对不成，得去市里头的彩票中心带上身份证、彩票和私章，拿上，明儿早起坐班车去市里头。今儿周日人家不上班，兄弟，这事千万别跟任何人言传，亲大亲娘都不行。为啥？现在职工1个月才挣3、4百，这够人家干60年的。消息敢传出去，明儿早起你家门口借钱的能排到村口。隔壁县中5万的亲戚结遍了，最后闹到派出所，你这可是巨款。老板，知道了，打死都不赦。
师傅，昨儿不都放假了吗？跑来弄啥？提前支点钱，之前上个月支的150还没扣完嘞。就借20，借20弄啥？你平时10天半个月都不见花1分钱。去市里办点事。办啥事？私事。行，从下个月工钱里头扣。谢了，师傅。魏东，过年上我这儿吃了，把相亲的事儿给办了。人家女娃在县城摆服装摊呢，都是离过一回婚。离过婚也成。今儿咋这痛快？想通了。想通就对了。来的时候带点东西，拨空手，买2箱美乳精，再买条烟。买不起中华就买兰州。成，我买。你吃错药了，哪儿来的闲钱买兰州？哥，镇上去市里的班车几点发7点、9点各一班。去市里弄啥去？办点私事。啥事神神秘秘的？回过头再说，挂了。哎，轻点放嘛。魏东，你娃过来。哥弄啥嘛？你看你我破腰，过年也不拾掇。过年屋里要摆2桌，大舅跟老板朋友都要来，大人桌挤不下了，到时候你寻个板凳。
大舅，您在深圳做大买卖，自己肯定也没少挣吧？哎呀，我那点小买卖不值一提，哼，但肯定比在咱们这乡里混日子强得多了。对了，卫东还没成家吧？我深圳有个朋友的女娃，26，长得还算标致，就是人家彩礼要的多。大舅，你可快别拿卫东寻开心了，他连个自行车都买不起，拿啥给人家凑彩礼嘛？卫东啊，你大走的早，你都40了，不能一辈子修破烂吗？你过完年初8跟我上深圳，我给你寻个厂子上班，包吃包住，一个月咋着也能挣个800、900块钱。大舅，别操心我的事了，我吃饱了，先回。行了行了，你慢点走。志强，你看你我表弟卫东，真是一滩糊不上墙的稀泥。40岁的人了，大年30领2瓶8块钱的酒上门，亏他还有脸坐下吃饭。喂，奶奶。卫东啊，大过年的你咋一个人在屋里？吃了没？吃了，在志强哥屋里吃的。吃了就行。你大舅从深圳回来了吧？他对你咋样？没给你甩脸子吧？挺好的，大舅让我过完年跟他去深圳进厂，说一个月能挣8、900。哟，那你可得赶紧答应啊！你听奶奶的话，你大舅在外面见识广，你都40了，再不拼一把，这辈子就真完了。奶奶，我不去深圳，我自家有自家的打算。你这脾气咋跟你老汉一模一样嘛？你不去深圳，你以后拿啥讨媳妇儿嘛？奶奶，你把心放肚子里，早些睡饱。你咋来这么早嘛？人家女方2点才到的嘛。秀兰在县城农贸市场摆服装摊的，离过1次婚，今年38了。挺固定安排。你等下说话把脑子带上，我一上来就说自家是修家电的，你就说自家是搞机械维修的，听着还排场些。还有，人家要是问你工资，你往高了报，就说300多，听见没？秀兰啊，这就是我那亲侄子李卫东，娃老实本分的很。你们先骗着，我那炉子上还熬着汤嘞。你在哪儿上班？具体弄啥的吗？修家电的。不是你自家开的店？不是。那一个月能挣个多少钱？150。150？那你在村里盖起新红砖房了吗？没，住的还是我爷留下来的土房。那代步的车总有吧？洋车子，2手拼凑的。那存款嘞，手底下总得有点积蓄吧？1分没，外头还欠着些账。丽华姐，对不住了，摊子上还有批货没点清，我得赶紧回县城了。哎呀，秀兰，这才做了不到5分钟，咋就要走嘛？李卫东，你又跟人家胡咧咧啥了？人家问我一个月挣个多少，我说150。问我有房有车吗？我说没得。我一早咋教你的？你就不能先扯个谎糊弄过去吗？我不想骗人，他要是图我的钱，往后晓得了真相也得跑。你看看你，40岁的人了，相了多少回亲了，回回都把人给吓跑。你那天天打电话催我咋跟他交代嘛？姑，我的事往后不用你操心了。过几天我请你去县城吃大肉，到时候你就懂了。你一个月就那150块钱，连肚子都填不饱，你请我下馆子吃肉？姑，你信我这一回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掏心豁子跟人说，你是不是在外头沾上毒了，借了高利贷？姑，真没啥事儿，我脑子清醒的很，等过完这几天，一切就都顺当了。走了。卫东，有人找你。李先生，手续弄完了，账打过去了，你去查收哈。晓得了。老贾，给咱查下余额。余额？
805块钱。哟，又跑这咋蹭暖气来了？我可跟你把话说下下，你那账本早都透支到底底了，今儿个连一根洋火柴你都休想再赊。还钱，欠你8块3，找我1块7。今儿个日头打西边出来了，找钱。算你娃还有点良心，还拿3元不？今儿个破个例，叫你拿闲钱买包。不拿3的，拿条红塔山，拿1整条。1整条那得90块钱了，你娃哪来的钱？你给我说老实话，是不是跑镇上偷洋车子去了？先赊上，过2天连本带利还你。你娃刚还完又赊，你把我这儿当公交赊了？90块钱啊，你1个月工资才150，你拿啥还？这一回不一样了。哪一回你不是说不一样？老赵那铺子过8年不是要拆了吗？公路扩建增地，他在镇上拿了一大笔钱，我帮他干了6年了。他昨儿个跟我结了点遣散费，你信我最后这一回，往后我再都不赊了。行，大妈就信你这最后一次。对了，卫东，你要是手里头真个宽裕了，该寻思成个家了。镇上卫生院那个小护士26，长白净的很，他妈跟我是老姐妹了。你要是有这心思，大妈给你牵个红线。你娃手里头现在有俩闲钱，人家也愿意考虑考虑。再说吧。你这人就是不知个好歹。老家取个钱。取多哈？2万。我的爷同志，你坐下稍等，大额取款得叫下主任。哎呀，李先生是吧？对不住的很，叫你搁这儿久等了。往这边走，咱到贵宾室坐下慢慢办。我就取个钱，拿到手就走。哎呦爷呀，取大额现钱得一张一张彩票，慢得很。您去贵宾室坐下，喝口热茶。来来来，李先生，我刚才看了下你的账户，这笔钱是彩票中心直接公对公拨过来的。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！不过李先生，这么大一笔钱放在活期里边太亏了。咱行现在有个利息高得很的定期存单，您要是把这20多万存个3年5年的，那1年的利息都能顶下普通职工好几年的工资了。我就取2万，随时要用现钱，剩下的钱给我分2张大额存单，重新存4期，名字还是我的，但不要搁在这一个本子上。中，我这就给您办。2万块钱现钱，您当面点清哈。随便看嘛。这车多钱？这可是嘉陵，跑得贼快，下乡走那烂泥路一点都不费劲，4200。能便宜些不？过年图个开门红，最低3800，少1分都不卖。把牌上好，身份证拿去。今儿我就要把车骑走。好嘞哥，没嘛啥，我马上给你办的妥妥的。这夹克多钱？120。那破款鸭你还要吗？装上，我带走。王大妈，欠你的我8块3我已经还清了，剩下的烟钱你记下吗？记着呢。你这是抢银行去了？再拿2条兰州，1箱美如精，不用找了，把账平了。卫东，你给大妈说句实话，你到底发啥横财了？你连摩托都买下了。修理铺增地，老赵跟我结的遣散费。老天爷呀！老赵我铁公鸡能拔出这么多毛，到底赔了多少嘛？够我花的。老板，给我拿2瓶茅台。大哥，这铁杆茅台240多一瓶，2瓶都快500了，你确定要么？确定。给我包严实些。茅台2瓶，这可是真茅台啊！1瓶200多，你弄了2瓶
这2瓶顶你大半年工资了。啥？谁拿的茅台？卫东拿的，他不光拿了茅台，还骑了辆新摩托过来。卫东，你这是发了啥横财嘞？没啥，就是老赵那铺子增地接了点遣散费，我来看看大舅。卫东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在外头犯啥事了？你一个月挣150的人，买摩托换夹克，今儿还拎2瓶茅台。你要是干了啥偷鸡摸狗的事，趁早跟我说清，把脸领俺们家。钱干干净净的，我没借高利贷。咋回事嘛？这是大晚上吵吵嚷嚷的。大舅，你看，这是卫东买的茅台。哎呀，卫东来了啊！快坐坐坐。听娃说你带了好酒，你小子算是出息了。大年30那天，你还拎着我8块钱的白酒吗？对，台北。成，今儿大佑尝尝你的好酒。自强，新杯子去。卫东啊，你这征地赔偿的事，大舅多少懂一点。老赵我铺子是他的，地也是他的，你就算帮他干了6年，他撑死最多给你拿个几百块钱的遣散费。大舅说啥就是啥嘛。你看你有这怂样子，问你啥你都不说。你要是真只分了几百块，买摩托买衣裳，今儿这2瓶茅台就500，你这早都花得一干二净了，还倒贴了不少。就是，你是李家的种，你现在这么个花法，我们这当亲戚的问一句都不行。万一你我钱来路不明呢？我花多少是我的事，钱是我的，没偷没抢。行了，人家不想说，咱就别问了。不过卫东，大舅见过太多一夜暴富又一夜归零的人。你这2天买车、买衣裳、买好酒，大舅看得出来，你这是在发泄以前受的穷气。就算老赵大方，给你拿了个大几千块，你这么个造法能撑几个月吗？等钱造光了，你连饭都吃不上。钱这东西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你要是手里真有俩闲钱，应当先存下，别显摆。大舅，我记住了，我回来。卫东，就回深圳嘞。舅，路上顺当。卫东啊，有个事儿就得跟你说一声。当年你大差市走地的时候，矿上扯皮不给钱，是你妈哭着求我帮屋里垫的棺材本和办事的钱。这么些年来，就知道你南希一直没催过，但这钱也不是白借的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利息可是一直走着的。舅，我手里头没那么多闲钱。行，那就知道了。你要是实在手头紧，先还个1000的本金也行。要是以后手头松了，别忘了舅当年的恩情就行。卫东在屋里呢。姑父，弄啥来了？来看看你嘛，过年都没顾上好好谝2句。你这屋也该拾掇拾掇了。坐，有啥事明说。卫东，村里都传开了，说你买了新摩托，换了新衣裳，还拎着茅台去志强屋里。你跟姑父交个底，你到底发了多大的财？没发财，修理铺增地赔了一点。卫东啊，姑父在县城跑了8年出租，啥人没见过。增地赔款那是给地主的，你一个打工的能分多些？没多些。姑父跟你商量个事嘛，我想在县城租个门面，开个修车铺子，跑了这么些年车，修车的手艺咱也有，就是手底下差点本钱，5000块钱就够了，半年保准回本，到时候连本带利还你。我没得5000。卫东，你这都不厚道了！你买个3、4千的摩托，撵都不砸一下，2瓶茅台500块，你随随便便就拎上了。你跟我说你没得5000块，你小时候屋里穷，是你姑背着你去学堂的。你上初中那年过冬没得棉鞋，脚冻的生疮，是你小姑把自家的棉鞋脱下来给你穿的。我婆娘嫁到我们屋这几年，逢年过节哪回没给你提东西？我今儿拉下这层老脸，不是白跟你要钱，是借。姑父，不是我不帮，那钱我真花光了，手底还没得5000块。好，李卫东，你小姑的面子你不给，我也不勉强，我把话搁这儿。你现在这花钱大手大脚的排场，绝对不像手底下只有几百块的人。你瞒着外人行，连自家人都防着瞒着，行，你够狠。卫东，你娃发财了吗？还想瞒哪个？整个李家屯都传遍了。哪个你说的？还有哪个说？
你提着茅台去王志强屋子，他婆娘跟王大妈说了，这么着，兄弟，你答应过的，中了奖请我喝酒，我可没忘。我啥时候应过？8月23，你买彩票前头，你说中了奖请我喝茅台，你忘了？过完年再说。卫东，你要是真发了横财，最好藏严实点。这村里头眼红的人多得很，小心哪天晚上遭了贼。这道裂缝从我记事起就在了，25年了，没人修过，也没个人在意过。现在这屋里头放过800万，裂缝开始漏风了。你娃这几天是哪儿去了？你到底在村子头胡日弄些啥嘛？师傅，咋了？咋了？昨天初6，我那大舅哥、小姨子，还有8竿子打不着的远房表嫂，全跑到我屋里来了。一进门就寻我借钱，说镇上公路扩建的征地款发下来了，足足10万块。我连你这非亲非故的学徒都发了大几千的遣散费，自己肯定捞了一大笔嘛。李卫东，你这招祸水东引玩的真溜啊！你那辆3800的摩托车，还有你送给自强屋的2瓶铁杆茅台，全算到我头上了。我连镇上1毛钱的赔偿单子都没见着，我现在浑身是罪都说不清了。师傅，这事是我做的不地道，这征地款的事你就当真发了。这1000块钱算我孝敬你的，只要村里头人问起来，你别否认就行。卫东，你跟了我6年，你一撅屁股我就晓得你要拉啥屎。你老实跟我交个底，你这钱到底是从哪？干干净的钱。师傅，你拿着这钱早点回老家养老去吧。行，以后村里头人哪个问我都说看你可怜，分了你一笔遣散费，但纸包不住火。你娃突然这么高调，迟早要招来我郎。我晓得了。老板，订做个大门。多大的门？普通家用铁皮门120，帮安装。不要铁皮的，我要这种厚的，5毫米的钢板做门面，里头用胶杆打骨架，门轴要最粗的，再给我焊3套窗户的防盗网，用实心钢筋，距离不能超过10公分。兄弟，你是不是说错尺寸了？5毫米钢板的大门，那加上骨架得200-300斤重吗？你这是要给银行机库换门？你住的啥房子吗？土坯房。老哥，你逗我发呢？土坯房装200-300斤的钢门，门还没装上，你我土墙先叫门框坠塌了。你这要求，光材料费就得300多，加上工资，少说450。500，我再加个要求，门里头给我焊死3道大插槽，外头不用锁眼，今天下上就拉到李家屯给我装上。那多出来的50算加急费，能干不能干？能干，只要钱到位，你叫我给狗窝焊个防空洞我都干。你我土墙要是撑不住，我拿水泥和膨胀螺丝给你把门框绞死在墙里头。卫东，你脑子进水了吗？你这屋下雨天都能养鱼，你花好几百装个大铁门，你防谁呢？这2天村里不太平，随狗叫的欢，防个万一。你骂谁呢？你手里捏点遣散费，烧的你不知自家姓啥了是吧？你要是有钱，咋把这破墙推了重盖？志强啊，你这都不懂了，人家卫东现在是有钱人，我屋里说不定藏着金条呢。哥，你咋这阵会来了？班车都快停了。饺子是昨儿屋里包的，白菜大肉馅的，你姑父没在，我偷偷拿的。初2那天我不该说你，我就是涛涛下学期要交50块钱补课费，他爸那边死活不肯掏这钱，说初中念完就不让念了。我回屋想了好几天，
你是我从小带大的亲侄子，你爸走的早，我就算再难，也不能为了一点钱把亲人弄丢了。钱的事我自己想办法。我今儿来就是跟你说一声，别生姑的气了。姑，我不怪你。你咋把大铁门装上了？防个万一嘛。你一个人住，装这弄啥嘛？你这破屋里头有啥好偷的嘛？魏东，你是不是出啥事了？没。你给姑老实说，你那买摩托车和买茅台的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你是不是干投机倒把的事了？曾地赔的钱买了点东西，真没惹事。到底赔了多少？你跟姑说，姑不是来借钱的，我就是怕你在外头惹事，连条退路都没得呀。行嘞，你不愿意说，姑不逼你。我得走了，涛涛下半屋还有课，我得回去给他做饭。吃了饭再走吗？不嘞，车票买好了。不管你手里有钱没钱，你是我亲侄子，你要是遇上啥难事，跟姑说。姑虽说没本事，帮不了你个啥，但起码能听你说说，给你拿个主意嘛。知晓了，姑上车，我送你进城。这阵班车早都没坐了。行嘞，你回吧，骑车慢点儿。姑，这是个啥？给涛涛交补课费的，剩余的留着屋里用，不敢往出掏，街上撵砸。魏东，你这……我说过了，钱干干净净，没惹事。我40了，知道自己在做啥，回来别跟姑父提这钱的事儿，就说是你找娘家亲戚借的。上车吧，车要开了。魏东，你个人千万当心。魏东，大白天擦个啥门嘛？赶紧把门弄开！你弄这么个铁疙瘩防谁嘞？李卫东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住个漏风的土屋，安个这几百斤的铁门？哥，大清早弄啥事嘛？没啥大事，我那3轮昨儿个后胎漏气了，今儿个我得去进第一批春装。你把这嘉陵摩托借我骑一天，车后座刚好能绑2个大蛇皮带子。不借？弄啥了？我是你亲表哥，借你个摩托骑一天咋了嘛？我又不能给你弄坏了。哥，你那2手3轮的后轮胎花纹早都磨平了吧？修车老板叫你换个新个，你咋不去换嘛？为了省那几十块钱，坏半路上了，跑来借我的车。你咋知道我那3轮是2手的？谁跟你说的？年34那天，你说大人那桌没我的地儿，叫我去坐小孩那桌。我觉得你说的对了，我这种没本事的人就不配上你们大老板的桌嘛。既然我都上不起你的桌，我这车自然也配不上你这大老板的身份。你还是推着去县城吧。你行，李卫东，你娃手里有人家臭钱，连六亲不认了是不？喂，李卫东，你咋阴魂不散的，还跑到县城来了？今儿这身行头换了吗？那件吊扣子的窝饭大衣咋不穿了？还套了个新夹克，骑个红摩托。丽华姐是不是把家底子都掏空给你捯饬了？我跟你说，李卫东，你少做白日梦了。那天在丽华姐家，我说的还不明白，我根本就想不上你。你娃是不是有妄想症？哪个说我是来找你的？不是来找我的，你出在这儿弄啥来？这铺子我准备买下来。你想买这2层楼的商铺，你牛皮都吹破天了，人家房东要价8万，把你我土房卖100次都不够。吵啥吵嘛？哪个说要买房了？哎呦，李老板，这就是我们乡下一个光棍说要买你这房了。兄弟，我这房可是急卖的，马上就要出国了，一口价8万2，一分不让，还得是全款现钱。你娃要是没这实力，就少耽误我时间。成。我问一下，门前这块空地算不算这房的产权？对着嘞，门前这2米宽的台阶和空地都在地契上。这卖衣裳的秀兰每个月给我交30块钱租金，租我这地皮摆摊摊。成，8万2，我要了。你娃是不是疯了？1
李老板，赶紧把这号人轰走，他就是个无赖嘛。李老板，这是10万块钱的4期存单，密码是我身份证后6位。你要是觉着成，咱现在就去对门银行把钱一转，钱一到立马过户。哎呦，兄弟，你真是真人不露相嘛！这存单是真的，错不了，兄弟。咱现在就过街去银行，8万归你了。初2那天，你在我小姑屋里问我有存款没？今儿个你看清了没？卫东，那啥，初2那天是我眼瞎，没见过世面。你看，咱好歹相过一回，也算是有缘分。缘分？你这见钱眼开的人也配谈缘分？我今儿给你把话说明白，这摊位我不租了。太阳落山前，把你这摊给我拾掇干净。明儿要是还在我这铺子门前头看见你这些东西，我直接给你扬到大马路中间去。卫东，你不能把我往死里逼啊！这摊要是没了，你让我吃啥去吗？你死你活跟我有关系吗？我稀罕你那30块钱。李老板，走。听见没？新掌柜的说了，麻溜的收拾，把惹到这号大老板，以后在东关街你甭混了。李老板，这是新房产证，你收好了。卫东兄弟，钥匙都在这儿了，从现在起，这栋楼就彻底归你了。哥哥，我现在就去火车站，直奔广州了。李老板，一路顺风。神气个啥？不就是走了狗屎运，买了个破砖楼吗？还真把自家当大老板了，租金都不挣，非赶我走，迟早有一天赔得你当裤子。东关街的商户们都听听手里的活，天大的好消息了！周主任，有啥好消息？又要收卫生费了？收啥卫生费呢？是拆迁。县里头昨黑连夜开会定的大规划，咱东关街十字口要盖全县最大的百货大楼，以十字口为中心，东南西北4个角的商铺全都划进拆迁红线里头了。拆迁？那补偿咋算了？县里头着急动工，这次特事特办，补偿政策好得很。想要现金的，不管是红砖房还是平房，只要是商业门面，统一按每平5500的最高标准一次性买断。1平米5500块了，我的亲娘哎！现在县城最贵的新家属楼，1平米才卖多少钱嘛？1平米5500，他这栋2层的红砖楼上下加起来有180多平了。180平，1平5500，我的亲娘嘞，整100万，直接给100万现款。这铺子掌柜的是哪个？祖坟冒青烟了。这光是要现钱的方案，要是不想拿现钱，等咱新百货大楼盖好了，1楼最旺的铺子直接照原面积给你置换。这中间盖楼的过渡期，每个月还发200块钱安置费。周主任，你刚说啥了？这楼划进拆迁红线了，1平米赔5500，对的吗，老李？这楼头一个拆，你这回算发大财了。发个屁财了！我刚走到汽车站，就听见广播里喊拆迁了。我半个钟头前刚把这楼8万2卖了，房产证都过户了。卫东兄弟，我求求你了，咱的买卖不算数，成不成？我把钱都退给你，这楼我不卖了。李老板，你刚才是咋说的？这楼彻底归我了，白纸黑字，过户手续办得清清楚楚。我这双瞎眼啊，我咋就这么欠，非要今儿急着卖啊？周主任，这房子的主人现在是我，现钱我不要，我要照原面积置换新大楼的门面。兄弟，好魄力，要门面，以后世世代代都有饭吃。你把心放到肚子里，明儿拿着房本直接去签合同。等明儿把合同一签，这日子就算彻底翻过面了。